意识是一种不受我们身体局限的物质，是一种条理分明的能量，有能力改变物质事件。以心控物能力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一个简单的意念似乎拥有改变我们世界的力量。以心控物，意念可以影响物理现实，意念能影响任何东西，具有改变世界的惊人能力。物质并不是固态和稳定的，甚至不是任何东西。我们的世界效似一个巨大的量子资讯网络，真实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流动或变动的。想要用意念影响物质，念头必须非常专注，而且动机强烈。心灵显然是以某种方式与物质不可分地连结在一起，群体念力说不定能逆转潮流，带来这个星球的修复和更新。想要改变世界，我们只需要同心合意就能办到。量子粒子被认为是凭空蹦出来的，会及时出现又随即消失，导致毫无原因可言的能量摆动。能量不停来回传递，产生一个异常巨大的能量场，零点能量场。这些粒子独自发出的能量小得难以想象，证明了次原子物质与零点能量场的不断交换能量。一去零点能量场，所有的物质将会垮陷。宇宙所有物质都与零点能量场互动。人体的构造与天线有某些相似之处，是看不见资讯的接收器，还是信号的发送者？意念是一种频率，治疗念力就是一种高度有秩序的光。意念同样是高度和谐的，人类意念可以影响植物。生物体读得懂人类的心思意念，并会有所反应。蛋白、蛋黄都会与蛋壳互通资讯，即使生物体被切为几片，沟通也持续进行。发送意念者的每一种强烈情绪，爱、恨、愤怒等，都会导致接受意念者的强烈光释放。生物体可以与环境双向沟通，意念是一种光子流，那植物接收到信号并受其影响便一点都不奇怪。意念的效力是爱的完全展现，会让两个身体合而为一。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的预感，都会被心脏和脑部接收到。最让人惊讶的是，心脏竟比脑部更快接收预感。动机是念力成功的关键要素。正面意念，带有爱心或利他之心的意念，往往能带来协调的心跳。喇嘛单凭意念，就可以把结冰的水烧开。发送意念的最重要第一步骤都是进入一种高度专注的状态，和谐、有条理，从外在刺激抽身，向内专注。慈悲心让脑部跃升到一种充满能量的高度感官觉知。禅修改变脑波形态，8个星期练习，就让脑部的快乐区得到活化，免疫机能也变强了。专制的心念显然可以扩大感官知觉能力的机制。行使念力起初需要专注，继而就得交托出去，放下自己和结果。祷告内容无特殊规定，但必须包含手术成功、复原迅速、无并发症。持续祷告30天。负面意念对身体有强烈的负面影响，病人或是有罪恶感、易怒和缺乏自信。生物体归根究底是由电子之类的粒子构成，所以任何磁方向的激烈改变，理应深深影响它们的生理过程。地球的微幅磁场摆动深深影响到身体、心脏、脑部。地球磁场的细微转变对心脏和脑部影响最明显。心灵意念还带来实际的生理改变。用意念去发想，可以让人改变身体的某些部分。念力的秘密，交换自己的内在力量。节录，作者林恩·麦塔格特 Lynn M.C. Taggart。想象那里的皮肤已恢复正常，
信心是一种强有力的治疗工具，安慰剂可以发挥念力效果，绝症不药而愈也是一种念力的表现，证明意念足以让身体自行矫正，许多患了重症或绝症自动痊愈。意念几乎能左右任何生理过程，甚至治疗威胁生命的疾病。别人对你的善念就像你对自己的善念一样有力。人类意念可以深深影响许多植物、种子、单细胞生物、细菌、酵母、昆虫和小动物。我相信，有自觉地使用念力，能改善自己的健康，加强我们在生活各领域的表现，甚至影响未来。我们不再需要药物，单靠善念即可治病。意念很可能强大的足以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我们应对自己的想法负起高度的责任，很可能影响到身边所有生物的安危。宇宙有一种无所不在的能量，称之为生命体能量，积聚而来的能量具有巨大疗力。最有效的治疗意念应该出之以恳求的形式。心理状态也会影响到周遭人的生活，不管我们是否有自觉地送出意念，照样能影响四周的环境。人类意念、流动的意识，对量子过程最细微的干扰都可能带来严重影响。意念能给无生物充满能量。对抗别人负面意念最有效的方法是念这句基督教的主祷文：救我们脱离凶恶。有一种思想可以克服任何负面情绪或情境，归家之思。归家之思就是一个人的终极憧憬和人生目标。在最艰困的时刻，它能把我们稳固在我们的原有轨道上。当我们被最阴险的念力围困时，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坚定不移，念佛求生净土。祷告实验证明，我们是可以回到过去，改变过去的。逆向的念力比顺向的念力更具威力。实验证据能证明逆向因果性存在。意念有能力回到从前发生事件的时刻，影响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科学家相信，标量波零点能量场里的一种次波可以让人改动时间与空间。物理宇宙不是固定的，无论何时，真实世界都是由人类意志我们的意念所创造。理论上，我们在任意时刻都可取得宇宙的所有资讯。预知能力只是未来事件以某种方式回到现在，是一种逆时间因果性。我们存在的最基本层次并没有连续时间这回事。量子层次的纯粹能量并无所谓的时间与空间。时间与空间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当我们透过感官知觉活动把能量带给意识知觉，就创造出在空间里互相分离的物体。我们当下的每一个所思所行，都可能改变我们的整个历史。人体就像是一间覆盖大半个美国的工厂，平均由50兆个细胞构成，每一秒钟发生10个化学变化。真有群体意识、全球意识，人们的情绪，特别是恐惧情绪愈强烈，对随机事件产生气愈有条理。一群人心念一致，效力会比单个的心念来得大。最能引起强烈情绪或高度专注，当然莫过于灾难性事件。静坐者的心灵会以同一频率共鸣，共鸣的频率能让四周环境的杂乱频率趋于和谐。调和个人的内在冲突，可以调和全球性的冲突。在他们静坐中发出意念，解决该地区的冲突与减低暴力犯罪率。一地区有 1% 人口修习超觉静坐，或是一地区有 1平方根的人口修习超觉静坐，则任何种类的冲突、谋杀、犯罪、嗑药、交通意外都会减少。如果马赫希大师的公式无误，一地区只要有 1%平方根人口
即能影响整个地区。8084个精进静坐者就足以影响全世界。即使人数不多，只要整群人强烈专注精神，亦足以产生巨大效果。我们的思想意念足以对抗全球暖化这种具潜在摧毁性的力量。30多年来，许多科学家相信念力的存在并非是种轻信，对人类意识的前卫研究推翻了各种我们迄今认为是确定不疑的科学事实。这些发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宇宙的一切彼此关联，不断地互相影响。许多被我们奉为无上权威的物理法则并不是金科玉律。这些发现的重要性远不只证明人有超感觉能力，或肯定超心理学是一门有效的学科，甚至还让整链科学大楼摇摇欲坠。至少有40个来自世界不同角落的顶尖科学家已经证明，生物体会不断及时互相传输资讯。我们再也不能把自己与环境看成是二分，我们每一瞬间都不断在改写自己的世界。我们必须开始对自己每一个起心动念心存警惕，哪怕是默默无语的时候，也还是与世界处于互动关系中。现代医学必须要完全承认念力在治疗上的重要角色。毕竟心灵一次又一次被证明要远比最伟大的药物更有疗效。我们必须重新调整对人类生物学的理解。人类具有一种能影响世界浩瀚的潜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拥有。我们的思想是一种不可穷竭的资源，随传随到，医治疾病，清洁城市，改善星球，改善空气和水的品质，减低犯罪、交通事故，以及提高孩子的学习能力。只要愿意，任何普通男女都可以为攸关全球利益的事物尽一分力。明白了意识的力量以后，可以让科学与宗教更加靠近。生命并不只是一些化学物质或电子讯号的集合。我们必须对许多原始文化的传统智慧保持开放态度，因为他们对念力的性质有一种本能理解。这些文化几乎都相信宇宙有一个统一的能量场。现代的念力科学已经证明，这些原始文化对于显灵、治疗和信仰是有根据的。体认每个意念都是神圣的，带有物理形式的力量。现代科学与古代传统教我们怎样使用意念的力量。我们学会怎样以正面方式导引念力，将可能改善这世界每一方面。医学、治疗、教育乃至我们与科技的互动全都可能因我们对意识与世界之间的互动有更深入理解而受惠。科学证据显示，如果一个人变得更和谐，念力的效果会更大。学习静心，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必须克服半信半疑的态度。心灵可以影响物理现实。高度的专注状态，专注于一的禅定冥想，它叫人要一刹那一刹那地清楚觉察到自己内外所发生的事，消除你对某种结果的期望或追求，随时注意自己有没有执着于某些意见、观点、偏好而排斥其他想法。即使你的物件是非人类或无生物，一样可以建立某种联系，不管对方是植物、动物还是无生物。要行使念力前，都应尽可能多认识他们，培养慈悲。带着慈悲心发送的念力显然更有效力。